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都听过一句话，叫做千寒易去，一时难除。有很多朋友啊，被缠着5年、10年的。今天大伟在这里给大家一句话：湿气重的朋友们一定不要拖，因为拖久了以后，这个湿气啊就仿佛扎了根一样，就一直缠着你。你想要把它摆脱，都会变得非常的困难。咱们的湿气呢，一般分为3种啊，一种是单纯的湿，只要你沾上了以后呢，比如说身上重啊、没有劲啊，每天往这一坐，什么事都不想干，每天都是会感觉到累，而且时间长了以后，你会发现慢慢的你的免疫能力啊，你的各种状态啊都会被大幅度的削弱。其实单纯一种湿气啊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种湿气啊如果和寒再粘在一起，或者聚多为痰以后就更加麻烦。当湿寒之气在了以后，它就会往我们的这些小关节里面钻。到冬天以后啊，会变得特别的难受。有很多朋友没有办法，就拿着这个艾啊，天天在这里熏着、烤着，一到冬天都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的湿寒之气往里面去钻，钻得非常的深，就留在这儿。而痰湿之气呢，更多的它喜欢聚在哪里呢？往我们的肚子里面跑到我们的脾宝、胃宝这里，往我们的下面去流，让我们的腿啊抬起来变得特别的重，特别的笨重，而且这个腿上你一摸都会感觉到泡泡的。其实湿气多的朋友嘛，他肯定是想了各种办法去做了，但是呢，往往啊它效果不太理想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一个问题的关键。咱们以前的古籍当中啊有过这么一句话，叫做湿气喜聚足底，涌泉为其泄口。涌泉通则湿气泄，阳气生；涌泉堵则湿气聚，阳气散。你会发现涌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。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湿气，最终它都会慢慢的走到我们脚底的涌泉，因为湿往下跑。但是时间长了以后，你如果不把这些湿气及时的请出去，它都会在我们的涌泉这里做窝，把我们涌泉这个口给挡住。涌泉是一个生阳口，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，阳气和湿气它是相互制约的一种产物。阳气多了以后，它就像太阳出来了一样，你这些水水湿湿根本都露不了面，出来了以后就散开来了。如果湿气多的话，它就像乌云密布，把我们的太阳光都挡住。这个时候你再想把我们的湿气散开，你就需要外在的一些力量把我们这个阳给它升起来，这样的话湿气就能走得干净。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只是着眼于去湿气，并没有找到关键点，把我们的阳气往上升。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方法，其实这个方法也不算方法，只是给大家分享一种东西。我们有很多人常年被湿气缠住，用了大伟讲的这个方法以后啊，都竖起了大拇指说非常的好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找到扶阳七君子，这7位君子组成的这个小足贴，每天晚上贴在足底，就能把这个阳从我们足底的涌泉给它打进去，同时把这个湿气给它请出来。那么这7位君子是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怎么去做呢？其实在这里啊，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，因为制作起来了难度啊非常的大。我这里呢有我们师门当中做好的成品，我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大家看，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，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赶走了顽固的湿气。这个上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，分别是老姜、艾绒、桂圆、花椒、桂枝、当归、丹参，这么7样组成了这个小小的一个足贴贴片。这个贴片呢，我们每天晚上就贴在我们的脚底涌泉之上，然后呢睡醒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撕掉了。咱们这个贴片千万别小看它，里面是满满的中草精华，你轻轻的用鼻子一闻就能闻到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。在我们的睡觉的时候，涌泉这个大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7君子的力量给它吸进去，同时呢聚在脚底的这些湿寒之气，因为抵挡不住这么强烈的太阳，就会从我们的涌泉当中流出来。所以我们当白天把它撕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。我自己呢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啊，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。当我第一天把这个扶阳七君子啊这个足贴撕下来的时候，上面就已经一层黏黏糊糊的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原来我自己身体当中的湿气这么重，原来这个颜色会变得这么深。但是随着我每天贴每天撕，发现上面逐渐的干爽了，颜色也变得一天比一天浅。随着颜色变浅，你会发现湿气只要没了，你的身体上面就有力量。
整个人会感觉到有劲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下午不午睡的。原来湿气重的时候，每天做一些事就感觉到累，下午必须要睡觉。但是我贴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下午不用睡觉了，这个就是我很直观的一种感受。坚持一段时间以后，脚底上面就感觉热热乎乎的。其实咱们今天讲的这一套方法真的是非常的好，你把这一套方法用上以后，你会发现湿气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难以去除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咱们有很多朋友常年被湿气缠身，有的朋友被缠着3年，有的朋友被缠着5年，更多的朋友是束手无策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其实当我们湿气一重的时候就应该首先想到我们的脾胃，脾胃弱了则湿气而生，而且这湿气不仅仅是湿，它还会变得非常的粘稠，变成痰湿之气，带着一丝寒气变成寒湿之气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一定要想到我们的脾胃。其实我们说到脾胃的时候那很多朋友都会说，哎呀，老师，我脾胃不好，我经常看东西吃不下去，或者是我经常往上反酸有的朋友出来的黏黏糊糊的，脾胃不好其实影响的非常的多。咱们简单举几个例子，就拿50多岁左右的一些女性朋友来说，咱们有很多朋友在更年期左右，那么如果脾胃一旦不好，那么紧接着身上的气血的状态就会快速的往下去滑，而且你会发现自身的免疫能力也会下降。除此以外呢，如果你的脾胃常年是处于一种非常冷的状态，你会发现你吃进去的东西根本它不会往我们里面走，变成能量，转一圈哗一下就出来了，出来的是黏黏糊糊的，或者像水一样。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常年脾胃不好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肚子这里是一天比一天大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水水湿全部跑出来了，你自己用手摸一摸，还会发现没有一点热量，全是冷的。毕竟老祖宗把我们的脾胃称之为叫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脾胃只要好了，你会发现吃进去的东西能变为能量，你的状态就会蒸蒸日上。但是脾胃只要不好，你会发现整体的状态快速下滑，各种各样以前不找你的小麻烦也来咚咚咚敲你的门。那么脾胃弱的人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南怀瑾老师曾经分享出来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令很多人受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借此机会把这个方法分享出来。咱们准备花椒6到7颗，艾绒1小撮，桂圆肉1颗，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，把它研磨碎了，加上适量的蜂蜜，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。这一颗颗的小丸子大家千万不要小看，你要知道艾绒是什么？艾绒是至阳之草，它对应的就是一种太阳。当我们把这个小丸子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的时候，艾绒就相当于在我们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凭空升起一把火，这把火把里面不好的水湿全部给它赶走。那么同时呢，再加上花椒，窜走能力非常的强，然后再加上桂圆肉。桂圆肉呢，不仅我们以前像桂圆莲子桂圆红枣它吃起来对于我们的气血非常棒，同时呢，从我们这里走另辟蹊径从我们的肚脐进去，脾宝宝非常的喜欢，而且桂圆肉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红色的水快速的生发出来。所以这3样宝贝合在一起放在肚脐当中，咱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放，睡醒了就把它撕掉。有很多朋友因为这个丸子特别好，他想了另一个方法，就是把它再放在我们脚底的涌泉。你别说，脚底涌泉一放，你发现在冬天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我们很多朋友上热下寒，脚底的2扇门给它一封，这个艾绒包括花椒从我们脚底里面进来，那感觉更加不一样。整个人状态就不一样了。那咱们有很多人用完肚脐贴以后说，老师你介绍的东西实在是太棒了，我用了5、6天，用了7、8天以后，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说的这样的感觉。是什么感觉呢？其实我在分享肚脐贴的时候我自己之前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有段时间呢自己这里状态不好，出来的都是黏黏糊糊的，上面还感觉苦苦的。我把这个肚脐贴每天贴在肚脐当中，脚底的2个涌泉我都贴上了。贴上了以后呢，过了3天左右就感觉里面升起了一把小火苗，这一圈感觉到热热乎乎的，2个脚底当中也感觉到热热乎乎的，就感觉好多的一些冷的潮的全部被赶走了。那么用完一段时间以后，你会发现逐渐的变强壮起来，而且身上变得更加有劲。这个都是平常不曾拥有的。你如果说没有用过肚脐贴，你一定要去试一下咱们师门当中的肚脐贴，所有的材料都是甄选的，包括艾绒，包括桂圆，包括花椒，都是非常有讲究的。每
每一道工艺都是非常认真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咱们只要方法选对了，你会发现其实用起来非常的简单，用完以后感觉也会非常的好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所有的家人朋友们，我把这个肚脐贴呢放在我下方的橱窗当中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去下方的橱窗当中获取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牛的动作啊！咱们有很多的人常年是头上像压着一个大石头一样，特别的沉，特别的重，整个这一圈啊都会感觉到非常的紧。不信的话，你用手啊跟着我推一推，有的朋友轻轻的一拨就能感觉到里面啊就像这个路不平一样，全是小石子。特别是秋天和冬天，咱们有的朋友啊稍微紧张一些，这半边都会感觉到像电钻往里面钻一样，这种感觉啊是非常的老人的。所以呢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民间的一个高人分享给我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我尝试过很多次啊，每次当我感觉到有一些压力的时候，我都一做，做完以后瞬间都感觉到一下子就特别的清澈，整个人一下子就释放开来了。那么咱们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呢？你看好，跟着我的步骤一步一步来，你做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，而且时间非常的快啊！所有的朋友们，你看好啊，我们先把手变成2个手指啊，然后注意把这2个手指呢贴在我们的耳垂后方，就这样贴好。贴好以后，注意看我们食指的位置，你这么再拨一拨，转一转，你会摸到一个小小的月牙。啊，咱们自己去摸一摸这个小小的月牙，你在这里转一转，幅度稍微大一些，慢慢的去转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特别的酸，就是你一转起来就发现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点，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开关。我们把这个食指定位好以后，记住了，用我们的大拇指直接替代上。啊，比如说我食指定在这儿，我大拇指就要替代在这个位置，因为我光靠食指是不够的啊。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，你看我们来找一下，把我们的手放上去，食指的位置微微转一转，你找一找，感觉一下，上下略微浮动一下，你就很容易能找到这个点，特别的酸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大拇指放上去，好，这2个点位，只要你学会以后你直接就可以定位到，非常的快。找到上面以后，记住了，我们4个手指啊，这4个手指一定要压住我们的头啊，把我们的手，你看大拇指就贴在这个位置，大拇指贴在这儿啊，然后我们4个手指压住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手向里面去戳，向上去推，一定是向内向上，看好，向内跟着我的口号，向上，向上怎么做呢？手一压就可以了，这么一压它就向上了，一顶，哎呀。整个感觉就感觉到非常的酸。好了，有这样的感觉以后，来跟着我的口号，我们慢慢的抬头，把头抬起来，把胸往上挺，抬起来挺上去以后，我们的手在后面就怎么样转，1下2下3下啊，来你看，来1下2下3下啊，虽然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非常的酸，但是请你忍住啊，然后我们慢慢的手别松，大拇指还是持续的发力顶上去，头慢慢的往下低，低下来以后，当你低不下去了，我们再来转3下，1下2下3下，好，这3下转完以后，再把我们的大拇指顶进去以后，慢慢的把头往上抬，好，抬上去以后，我们把手松开来。就这么松开来的一瞬间，你会发现你的眼睛都变亮了，而且整个人你活动一下，会发现完全不一样。整个脖子包括我们的头上轻松，有很多朋友第一组做完以后都会发热，都会出汗，感觉特别的棒。咱们这个动作啊是真的非常的牛，做完就有感觉，而且呢，我们每天做几组，做2到3组，我再带着大家做一次，这次做快一些，你看我们快速的定位到这个点。定位好，不会方法的你们往前拉一拉，看一看，手往上一压，好，定位进去以后，记住手一戳进去以后，往上这么一压，压进去以后来转1下2下3下，来头往上抬，抬上去以后1下2下3下，好，头慢慢的低下来，记住低下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慢，来1下2下3下顶住再回来，这个动作就完成了。
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。所有家人朋友们，请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，家里面身边有人需要帮助了，一定请记得转发给他。你的一个小动作会帮助更多的人。如果感觉好的，评论区下方帮老师打上一个有用2个字，帮助更多的人，给老师的视频点上一个赞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湿气重的朋友们，你千万别拖。咱们说湿气啊，有3个阶段，咱们可以自己给自己评估一下。第一种阶段呢，就是单纯的湿气。这种类型的湿气呢，往往啊是比较轻微的，但是它带来的这个困扰啊却并不轻微。有很多朋友啊，比如说什么事不做，往这一坐就感觉到累，天天从头到尾呢做一些事啊，总感觉到特别的疲劳，而且呢对一些事物啊容易产生厌倦感。时间长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免疫能力啊、你的工作状态、你的生活状态啊都会下降。这些呢就是湿，它到处跑到哪里以后啊，哪里就会感觉到沉重，而且这种湿呢，它喜欢往下面去流，比如说聚在我们的脾宝、胃宝，你会发现脾胃不好，往下去走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啊特别的沉，抬都抬不起来，这个就是第一种阶段。第二种阶段呢，你会发现这个湿气啊不仅仅是湿的，它会和寒气啊混在一起，我们称之为叫湿寒。湿寒之气呢，它容易钻啊，它喜欢钻在哪里呢？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膝盖，比如说我们的脖子、后背这些地方，它都会逗留。逗留在这里以后，特别是到了冬天，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在里面以后就会出现酸啊、胀啊，有些朋友会感觉到往骨头里面、缝里面钻的这种感觉，这种就叫湿寒。而湿寒钻得很深，一般的话它往里一钻，它就待着不走，所以呢，你想把它请出来也是非常困难的。第3种湿呢，就是湿聚多为痰，我们称之为叫痰湿。痰湿之气啊，可麻烦了，它会往你的5脏6腑里面去钻，比如说影响到我们整个脾胃的一个运化，你会发现出来的东西都是黏黏糊糊的。往上走呢，这个舌头啊很胖很大，而且白的、黄的、有条纹的都有。这个痰湿之气啊，不仅如此，还会是聚在我们的腿和我们的脚底。这个时候你会明显的出现上面热热的，下面没有温度。有的朋友还会感觉到，比如说我们有痰啊、想往外吐啊，这些都是痰湿之气在里面。所以说它一层一层的，我们以前人说啊，千寒易去，一湿难除，就是出在这里。那么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其实办法也是有的，而且这个办法非常的有用。是什么？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，叫做湿气喜聚足底，涌泉为其泄口。涌泉通则湿气泄，阳气生；涌泉堵则湿气聚，阳气散。湿气和阳气本身就是一种对立的产物，它们相互制约。只要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阳给它扶上来，那么我们的湿就会慢慢的消散，就相当于太阳出来了，这些雾啊就不会存在了。如果我们的这个湿上去了，就相当于乌云密布，把阳光都挡住，你会发现阳没有了，这个湿气啊就开始到处捣乱。所以根本的原因，你要找到你的阳，把它提上来。你会发现在冬天的时候，很多人这个湿气啊一多了以后，到处就开始犯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冬天有一个词叫冬藏，阳都藏起来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阳给它升上来。怎么去升？并不是说让你去做动作，而是去用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是一个古法，而且非常的管用，叫什么？叫扶阳七君子。只要能把这7样聚在一起，把它贴在我们的脚底，每天晚上贴，它就能把阳气从我们的脚底打上去，同时把湿气给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请出来。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，但是呢，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做，因为自己去做确实难度太大。我直接把我们师门当中的成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，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湿足贴，已经帮助了很多人赶走了顽固的湿气。这个上面就写着扶阳七君子，分别是老姜、艾绒、桂圆、花椒、桂枝、当归、丹参，这么7样组成了这个小小的一个足贴贴片。这个贴片呢，我们每天晚上就贴在我们的脚底涌泉之上，然后呢，睡醒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撕掉了。咱们这个贴片千万别小看它，里面是满满的中草精华，你轻轻的用鼻子一闻就能闻到这个味道，非常的浓郁。在我们的睡觉的时候，涌泉这个大门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七君子的力量给它吸进去，同时呢，聚在脚底的这些湿寒之气，因为抵挡不住这么强烈的太阳，就会从我们的涌泉当中流出来。
所以我们当白天把它撕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、黏稠稠的东西。我自己呢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啊，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。当我第一天把这个扶阳七君子啊这个足贴撕下来的时候，上面就已经一层黏黏糊糊的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原来我自己身体当中的湿气这么重，原来这个颜色会变得这么深。但是随着我每天贴、每天撕，发现上面逐渐的干爽了，颜色也变得一天比一天浅。随着颜色变浅，你会发现湿气只要没了，你的身体上面就有力量，整个人会感觉到有劲。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下午不午睡的，原来湿气重的时候，每天做一些事就感觉到累，下午必须要睡觉。但是我贴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下午不用睡觉了，这个就是我很直观的一种感受。坚持一段时间以后，脚底上面就感觉热热乎乎的。其实咱们今天讲的这一套方法真的是非常的好，你把这一套方法用上以后，你会发现湿气并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难以去除。我们其实很多朋友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，一定要记得选择对的东西，配合咱们今天的内容，一定会让你有一个新的改观，让你找到一种真正的捷径。